上回说到，代王刘恒人在家中坐，皇位天上来，竟然莫名其妙的进宫当了皇帝，就是大名鼎鼎的汉文帝。本来只是代王妾室的窦漪房，也摇身一变成了大汉王朝的第3任皇后。更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刘恒的原配代王王妃和他生的4个孩子也奇迹般的死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窦漪房为了上位故意做的手脚？上期我们已经分析过了，绝对不可能。那么刘恒的原配和4个孩子是因为什么先后离世的呢？有一种说法是古代医疗条件差，生的孩子容易夭折，那4个孩子都是因为生病去世的。但同一个母亲生的4个孩子在短短时间内连续早夭，概率低到很难让人信服。俗话说得好，事出反常必有妖。我认为如此接二连三不正常的死亡，应该出于某种难以启齿的原因。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应该是一种政治黑幕。要知道，汉高祖刘邦去世以后，吕后临朝听政15年，他为了监督和操纵高祖的子孙，一直在奉行刘吕联姻的政策，也就是让刘氏诸侯娶吕家之女为妻。刘恒的原配应该就是吕家的姑娘。吕后一死，刘氏皇族趁机灭了吕氏一族，只要是跟吕家沾亲带故的，无论男女老少，一律被杀。代王刘恒当时势单力孤，没有能力跟整个刘氏皇族对抗，也没有办法保全自己的王妃，哪怕他和原配生的孩子，也不可避免地遗传了吕家的血统。这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的刘氏皇族集团，以及忠于他们的大臣周勃和陈平所不能接受的。结果导致这位出身吕家的原配和他生的几个孩子，最终都莫名其妙地被消失了。皇权斗争的残忍无情，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啊！不管怎么说，刘恒原配和4个孩子接二连三的神秘死亡，让窦漪房和儿子捡了便宜，得以鸠占鹊巢。别忘了，最开始窦漪房也是吕雉身边的红人，刘恒宠爱窦漪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打消吕雉的疑虑。后来吕雉去世，吕氏一族被灭门，刘恒和薄姬本来是可以重新选人，把窦漪房顺势淘汰出局。可窦漪房为什么不但没有因此受到任何牵连，反倒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呢？我猜想应该是窦漪房戏假情真，在跟刘恒朝夕相对的日子里，对这个男人动了真感情。尤其是3个孩子先后咕咕坠地，身为人母，血浓于水，要开始为自己的孩子打算了。窦漪房看到吕后一死，吕家彻底玩完，而刘恒前程似锦，大有可为，就主动找到自己的婆婆薄姬表露心迹。薄姬毕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知道当年窦漪房给吕后通风报信也是迫于生计，而且窦漪房出身贫寒，没有强势的娘家，不会对儿子的皇位构成威胁。再加上这么多年相处下来，窦漪房嘴巴甜，会做人，他也逐渐认可了这个儿媳，决定不再追究她的过去。当然，薄姬的内心肯定也有一种外人难以言表的痛苦。自己的几个孙子因为身上流淌着吕氏的基因，竟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他嘴上不说，心底的委屈和哀伤一定是排山倒海的。他暗暗发誓，自己已经失去了4个孙子，不能再让窦漪房生的2个孙子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于是就在刘启被立为太子后的3个月，薄姬以太后的身份提出立窦漪房为皇后。孝顺的刘恒不会忤逆母亲，窦漪房就这样坐上了皇后的位置，开始母仪天下了。从此也开启了他风起云涌、享尽荣华富贵的后半生。然而窦漪房的戏剧人生并未就此落幕，接下来就在他以为可以顺风顺水继续所向披靡的时候，不幸却突然降临。刚刚品尝到权力快感的他，突然生了一场大病，然后就双目失明，容颜不在了。不仅如此，他还遭遇了年轻貌美的小三儿向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发起了猖狂的进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话说这窦漪房刚刚成为皇后的那段日子，说句不恰当的话，简直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带着让多年没联系的娘家人都沾了光。父母已逝，
那就按照薄太后父亲的规格追封；兄弟贫困，那就出钱出地做补偿。总之，为了窦漪房的面子，薄太后和汉文帝刘恒可谓是煞费苦心。或许是窦漪房之前的经历实在是太顺了，再这么下去就显得有点无趣了。就在人人都羡慕窦皇后，都想成为第二个窦皇后的时候，命运却跟她开起了玩笑。人到中年的她突然得了一场怪病，然后竟双目失明了。显然这回窦漪房没有主角光环的眷顾，虽然贵为皇后，有最高明的大夫、最珍贵的药材、最齐全的照顾，可窦漪房的视力始终没有恢复。他一次次的满怀希望，又一次次的化为了失望。更让窦漪房难过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跟他相濡以沫的模范丈夫刘恒也开始转向其他女人的怀抱。窦漪房虽然看不到，可是他能听到，也能感受到刘恒对其中一个叫慎夫人的妃子是多么的宠爱。刘恒经常不顾礼节，让慎夫人跟他同席而坐，他心里不舒服，可又不好发作。毕竟她是皇后，一国之母，6宫之主，怎么能连这点风度都没有呢？好在当时朝中有个叫袁盎的大臣，却帮窦皇后开始打抱不平起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有一次刘恒心血来潮，要去皇家园林上林苑游玩，带上了窦漪房和慎夫人。袁盎负责接待，他发现慎夫人的席位竟然和窦皇后并列，这完全不合礼节啊！于是就动手把慎夫人的座位往后撤了一下。这一撤不要紧，早已习惯被优待的慎夫人火了。夫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汉文帝刘恒也不干了，直接打道回宫。袁盎是个正直的人，他追上汉文帝，耐心地解释原因。皇上，你已经立了皇后，慎夫人只是妃子，妃子怎么能和皇后平起平坐呢？尊卑有序，才能上下和睦。您现在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给慎夫人招来祸患。难道您忘了当初吕后是怎么对戚夫人的吗？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刘恒恍然大悟。是啊，吕后把戚夫人做成人质的惨剧，不过也才20年，往事历历在目。虽然窦漪房平常脾气好，不计较，可现在这样不给他面子，将来自己不在的时候，难保类似的悲剧不会再次发生。在袁盎的直言不讳之下，刘恒和慎夫人都意识到这么做确实对窦皇后太不尊重了。于是汉文帝重赏了袁盎，慎夫人也因此变得小心翼翼。原配双目失明，老公移情别恋，小三儿得意忘形，这种事如果搁在其他人身上，早就原配下岗，小三儿上位了。可是到了窦漪房这里，他啥也没干，就有大臣帮他挽回一局。是这位窦皇后气场足，人缘佳，还是她在背后运筹帷幄呢？袁盎出来打抱不平，是不是窦漪房布的局？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小三儿嚣张跋扈，自己作为原配却静观其变，这正是窦漪房老谋深算的地方。你想想，窦漪房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生病吃药让他面容憔悴，心情不佳让他魅力衰减。要是再因为刘恒宠爱慎夫人来个1哭2闹3上吊，那不是摆明了把老公往小三那里推吗？如果窦漪房自己跳出来了，沉迷在美色中的刘恒很有可能把气撒在这位皇后身上，说她不识大体，忘恩负义。这时候慎夫人再补上温柔一刀，那窦漪房可就雪上加霜了。而慎夫人有刘恒的宠爱，过个2、3年，大概率会生下儿子，到时候说不定还会像当年戚夫人挑战吕后一样，抢自己儿子的太子位置。一步错是步步错，所以窦漪房不轻举妄动是对的。这不就等到了仗义直言的朝中大臣袁盎，既讨回了公道，捍卫了尊严，又没对自身造成任何的负面影响，多么聪明的做法！也不知道窦漪房是不是从薄太后那里取的经，毕竟薄太后可是以沉得住气出名的。那么话又说回来了，窦漪房心里真的像表面上那样无动于衷吗？当然不可能。双目失明已经让他变得没有安全感了，刘恒的变心
无疑又给他补了一刀。经过这2道坎，窦漪房性情大变，他突然意识到，依赖男人得到的一切，也早晚会因为男人而失去。只有自己掌握了权力，才不会被任何人抛弃。但权力没有那么好得到，在得到之前，一是要善于隐忍，二是要学会演戏。只有做到这2点，才能骗得了别人，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汉文帝刘恒在位期间，窦漪房一直秉承这2点原则，所以哪怕慎夫人再得宠，也动不了窦皇后的奶酪。直到公元前157年，做了23年皇帝的刘恒驾崩，窦漪房的大儿子太子刘启继位，就是汉景帝。窦漪房顺理成章升级成了皇太后，他可怕的控制欲才逐步显示了出来，并给儿子汉景帝刘启和孙子汉武帝刘彻设置了重重障碍。甚至他的专横跋扈还给汉武帝造成了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如果你喜欢听古今情史，请点赞并关注我。